由男医生统治的安和计生医院心脏外科，唐佳瑜是有史以来第1位女主任。自她空降以来，院内便议论纷纷，什么闲言碎语都有。不仅如此，分给她的4名下属，也都是心外科的麻烦人物。欣然，来吃早饭了。你看，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荠菜馅馄饨，趁热吃啊。哟，烫着没有？没事没事。妈总是笨手笨脚。欣然，哎，廖主任，今天感觉怎么样？胸口还疼不疼？不疼了。什么时候做手术啊？这么住着浪费钱。这孩子。廖主任，我们确实等得挺着急的。这宋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欣然做手术？我们可是冲着他的名气来的。宋主任最近确实很忙，不过欣然也没在急性发作期。你放心，如果能安排手术啊，我们会尽快安排的。好。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说，手术要分2次，费用不低。我已经把房子卖了。只要能救我闺女，钱不是问题。欣然啊，你好好休息啊。哎，对了，廖主任，这又开了2张检查的单子，您给看看，是今天要做吗？检查不是我开的呀，你们开的？我开的。主动脉夹层病情随时会出现变化，需要最新的检查结果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您是？这是我们医院新来的。唐佳瑜，唐主任管我们整个心脏中心。唐主任，我姓唐，今后是骆欣然的医生。哎，廖主任，跟我手下的人交接一下吧。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感觉怎么样？刚问过了。老秦，什么情况？这你还没看出来啊？上面旨意重新分配病人了。等会儿，这什么情况啊？病人是冲着宋主任来的，你这样合适吗？廖主任，这是病房，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办公室说。来，欣然，我们走。2只手同时握我的手，用力握。欣然，用力。左手的力道比右手弱。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昨天洗澡扭到了，没事儿。把2只手同时举起来，我看一下。欣然，配合。举起来。廖小波是我的得力干将，骂他就等于打我的脸，这是杀鸡儆猴。用个外人做中心主任，这实在心不痛。周峰，我可好心提醒你啊，已经积气没分了，现在换人还来得及。换谁啊？换你吗？又不是没试过。你做代理主任3个月，连着3起手术后并发症。宋保德，那3封投诉信还在我桌上呢，你要看吗？心脏手术并发症本来就不能完全避免，是概率问题。我在安和辛辛苦苦像老黄牛一样干了20年，他从国外回来，1天活没干就取我而代之，你说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啊？你呀，想太多了。唐佳瑜是科美德医疗中心炙手可热的外科明星，我们安和心外需要这样的手术强人来压阵。你擅长的是科研和论文，这大家都知道。还有，今天我重新分配病人，那也是为你好。骆欣然的父亲3年前马泛综合征猝死，那是遗传病，现在轮到他女儿。还有记者要报道这件事情，像这种容易引发社会热议的病案，万一你失手了，对你的损害不更大吗？再说，你做的还少吗？你看看你给他找的那4个手下，
哪个是省油的灯？她是我前女友的事儿，你也敢辩？行了，别狡辩了。我和她的关系，我跟院长已经汇报了，医务处也有备案，所以，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那既然如此，您就先看看这份东西，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袖手旁观。谁啊？等一下。进来吧。唐主任，啊。骆欣然的检查结果电脑上现在已经可以看了。嗯。这个办公室以前是宋主任的吧？你怎么知道？他的风格。哦，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跟刚收院的时候变化不大。这手术是不是不用急着安排？正好相反，帮我约一下明天一早的手术室。David 的手术加全主动脉置换。全主动脉啊？有问题吗？没问题。没事，我先走了啊。宋主任，我跟你汇报一下，骆欣然明天手术，戴维加全主动脉置换。你说我们安和医院怎么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什么意思啊？副院长的前女友堂而皇之的成了心脏中心的头。哎，你说这院长和医务处也不管管，是不是没王法了呢？谁说不是呢？不过龙龙啊，那个前女友吧，那毕竟是个过去式。也许现在唐主任和刘院是清白的。你到底站哪边啊？龙龙，这有什么站不站边的？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想法，最终我还是跟大家站在一起嘛。哎，行，你坐，来。哎，这女的来路不简单啊，不到40岁就混到这么个位子上。要说这事儿没猫腻，我还真不太相信。你说说，这要是个女院长该多好，我也不至于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副主任医师。老秦，这事儿你就别多想了，有女院长也不会给你升职的。就是，我看不降职就不错了。为什么呀？我女人缘很好的呀，不信问我前妻。哪任前妻啊？哎，不带损人的啊。龙龙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问让你净身出户那个，还是和你打到派出所那个，还是卖车那个？对，卖车那个。这，老秦，毕竟你的前妻有点多嘛。各位老师，唐主任让我通知大家明天手术，David加全主动脉置换。这女的是不是疯了呀？哎，这国内也没几个人能做这样的手术。对呀，当时我都惊呆了。就这种传说中的术士，就在网上的视频里见过那么几个而已。我看他这是有点故意卖弄的。你们看着，这手术未必做得成。别忘了，宋宝德手里还有个杀手锏呢。叶主任，神外崔主任给我们手术室打电话，说下午3点有一个病人要做巴比妥诱导昏迷，问你有没有时间去一趟。好，跟他说，我会准时到。好嘞。喂，刘峰，你找我？你小子找我，肯定没什么好事儿。哎，一鸣，来。刘副院长，找我什么事儿啊？哟，赶紧些忙，给你加餐补一补。你要是把食堂的小炒拿来，你说这话我还信啊。但是这可是院门口的葱烧海参，肯定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你要是个女的，我一定娶你。心脏中心新来的唐主任，啊，就是你那前女友，全院人都知道了，怎么了？你看这个，他手下4个男医生
齐刷刷写了转组报告，都不要跟他一个组。这心脏外科啊，最看重的就是团队合作。他们这是要釜底抽薪。现在他在心外啊，就是个光杆司令。我想他在手术室里，至少有一个靠得住的盟友。我呀，刘峰，你也知道，我这人啊，我不愿意掺和院里这乱七八糟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雪中送炭。外科治病，麻醉保命。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本来就是背靠背作战的同袍，在手术室里给他托底，有谁比你更合适？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转组申请的事儿，刘峰怎么说？哼，够他头大一阵子了。不过，这骆欣然的手术得我来做。上次那3例并发症，告诉咱们都灰溜溜的。这次啊，借着记者来采访，好好宣传宣传，咱们得扳回一局来。可那个女人有刘峰撑腰啊！我最讨厌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我可是老主任的弟子，嫡传的，在这家医院，谁不给老主任点面子啊？可是老主任的性格，他能管吗？会不会管得我说了算。我在国外进修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当时在科梅德医疗中心见他第一面，那时候他还是个住院总。但医院里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她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光芒四射的一个女孩子，在手术台上，她一下就把我给征服了。后来我回国了，冷静地想了一下，她天赋比我高，而且一心扑在手术上，这样的女孩不适合当老婆。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关注她在国外的发展，看到她一步一步成为科梅德中心的外科明星。这证明我的眼光没错，而且我相信，安和心脏中心想更上一层楼，他必不可少。所以啊，为了医院的发展，你帮帮他。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不还是为了这事儿吗？你看啊，你的故事呢，我也听完了，这饭呢，我也没动。我呀，一会儿还要去一趟神外那边，我这先走了。3年前你爸的事儿，你可是欠着我一个大人情吧？你可想好了？你确定要打这张牌？我不是没有别的牌可打了吗？我也没什么办法呀，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麻醉医生，我无能为力啊。假谦虚，在安和有人不喜欢我刘峰，但绝对没有人不喜欢你叶一鸣。这样，你先别着急拒绝，先再想一想。行不行？只是想想，不是答应啊。哎呀，你最好了。老主任，找我有事儿？我听说咱们心脏中心要做一台全主动脉置换手术。啊。骆欣然的手术取消了。我说什么来着？别小看宋宝德这老小子的能力。江百丽，23周的手术同意书签了吗？该通知术前宣教，计时计水了。护士长，刚通知那手术取消了。取消了？明天早上手术，大家都知道吧？知道。明天是个大手术，耗时长，需要体力。今天晚上都别熬夜啊。啊，你也早休息，唐主任。那明天手术室见。明天见。哎呀，真不用告诉他。干嘛告诉他呀？他这么大来头，肯定有人通知他。唐主任，护士长，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是你啊，刘峰，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关于取消手术，还有转组申请，你都知道了？要不是吴敏敏告诉我，我还像傻子一样被你蒙在鼓里。你当初打电话劝我来安和医院的时候怎么说的？说不会有人质疑我的资历。为什么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跟你当初承诺的截然相反？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连老主任都出马了。要不，这手术你先别做了，把病人先还到宋宝的那组，息事宁人，来日方长。刘峰，我知道，你为了你的师徒，你当然要息事宁人。可关乎病人的安全，更是医生的本职所在。我不允许别人来破坏。这一次，我绝不让步。那能怎么办？我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你不要忘了，我是放弃了科梅德的职务回来的，这一仗我不能输。我需要你帮我。说吧，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进行一次全科病案讨论，我跟宋宝德分别说出自己对于这个病例治疗的手段，让患方自己选。唐主任，早啊！早啊，宋主任。查房啊！听说你要求病例讨论，让病人2选1。大家都是同事，没必要搞得这么急事白脸的吧？以后急事白脸的事还多着呢，好好准备啊。哎呀，主任，听说手术取消了。哎，你看看，提前也不跟咱们说一声，这孩子一宿都没休息好啊。你们的转组申请我已经收到了，只是可惜，医院有它的规章制度，这事儿由不得你们，你们谁都别想。我今天把话在这说明白了，只要我还在安和的一天，谁都别想离开这个医疗组。你们现在不接受我，无非是因为我是新来的，我是个女的，还有，因为宋宝德不喜欢我。但我可以保证，等我开始正式工作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理由不喜欢我。等一会儿病例讨论，谁都别给我迟到。嘿，这什么意思？你老招惹他干嘛呢？你就好好上班下班不好吗？报告一审，报告一账。23朝确诊马凡6年，主动脉 A 型夹层全主动脉扩张，来做预防性手术。手术分2次，一期先做主动脉根部替换，置换主动脉瓣，同时替换主动脉弓；2期再做胸腹主动脉替换。这样呢，每次的手术时间短，对病人更安全。现在病人没有疼痛症状，所以呢，我建议让病人先住几天院，把身体调到最佳状态。我说完了。我选择的是 David 加全主置换。病人洛欣然虽然主动脉瓣有病变，但没有到了非换不可的程度。如果换瓣，他将终身服用抗凝药，对病人将来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David 指的是医生手动修复病人自身的主动脉瓣，把它修复回原本完好的形态。换瓣跟修瓣的区别怎么说呢？就好比你给一个人一把螺丝刀，他可以把旧的门换成新的门，但是只有手艺高超的工匠，才能把一扇旧门修得像新门一样，然后再一次性换掉整个主动脉，因为没有必要分2次手术。病人年轻体健，完全可以耐受全主动脉置换术，而且1次手术更适合他。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省手术费。我已经把房子卖了，只要能救我闺女，钱不是问题。鉴于病人近1年内他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近2天左右手无法举到同等高度，双手用力不精等症状，我认为他需要尽快手术。全主置换是心外最难做的手术，
国内能做这样手术的医生也屈指可数。唐医生，为病人考虑，多调养几天没什么不好。再说了，病人没有胸疼症状，干嘛着急做手术啊？主动脉夹层是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破裂。一旦破裂，病人会有生命危险。宋主任，没人有100%把握它不会破吧？100%把握没有，不过我愿意做全主动脉置换。欣然，妈，我要唐医生做主刀。咱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刚医生都说了，现在不尽快做手术，夹层破裂有生命危险。我不想像爸爸一样。那就这么定了。刘院长，我建议将这台做公开手术，让大家好好跟唐主任学习学习。有问题吗？可以啊，可以做公开手术，没问题。护士长，在病人做术前准备吧。好。欣然，是。护士长，叶主任让我过来介绍一下病人，但是23床的不在病房。不在病房？对。陆欣然，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坐下。你不是应该在手术室吗？我选你当主刀医生，作为回报，你答应我个事儿吧。什么事儿？要是我治疗效果不好，术后并发症，你就别救我。我知道你在跟那个老头医生竞争，所以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做手术。什么老头医生？宋医生。你说这句话，我真希望他本人能在这儿听见。所以你能答应我吗？陆欣然，我相信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就算现在我答应你，但是进了手术室，我该怎么做还是会怎么做。那个时候你已经打了麻醉，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爸就是马牌氏综合症死的，主动脉夹层破裂，大出血，上一分钟还在说话呢，下一分钟人就没了。这病我知道，有的瘫痪、截肢、植物人，比死惨多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妈为了救我，把房子都卖了。原来我爸可疼她了，可是现在，他什么都得操心。我真的不想给他添负担了。死在手术台上也不错啊。陆欣然，你现在才只有16岁。16岁？别人家孩子16岁，别人家孩子漂亮，而我这么高一个，只能打排球。可是现在跑步都跑不了了，不如有尊严的去死，你说是吧？你别把我说的话不当回事儿啊！我很认真的，拜托你了。别害怕，今年多大了？16岁。行，睡一觉就好了。可以给药了，肌松药10毫克，安定10毫克。
情况怎么样？颈静脉弩张，面色发黑，血压掉得很快。夹层破了，紧急建立体外循环。巡回计时，给肝素，股动脉插管，提灯，必须在5分钟之内建立体外循环，否则病人的脑部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大出血，吸引气，回收血液。2分40秒。找到出血点了，清理它。3分50秒。开体外循环。转机。体外循环建立完毕。4分10秒。4分多钟。我真的不想给他添负担了，死在手术台上也不错啊。开始手术吧。麻醉，今天一定要注意病人的脑保护，注意术后并发症。明白。组织前。冰帽。给我26/4支血管。来，缝合。麻醉，看一下超声。反流量1.8。1.8，没问题。这么小的反流量可以正常生活，算是很理想的结果。这么高一个儿，只能打排球。可是现在跑步都跑不了了。有反流就不能跑步了。唐主任，你说什么？已经不能打球了，必须把跑步保住。我要2次休办，尽量减少反流。不，刚才休办的时候，他病变的情况比术前 CT 上显示的要大，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下针的地方了。再说了，病人现在没有办法再耐受体外循环了。对呀，这么大的手术，这个效果就不错了。咱别精益求精了，行不行？是啊，我赞同老秦的说法。你们别说话，主刀医生在想办法呢。心脏不停跳，我试着从主动脉外面修复它的形态。怎么修啊？主动脉内腔是圆的，同样周长，圆的面积最大。只要从外面补针，把内腔从圆改成非圆，减少内腔面积，主动脉瓣就有合拢的可能。双头针，4个0的线。现在呢？几乎严丝合缝，0.2反流。外科有个说法，
顶尖的外科医生，手指上长着大脑。在下刀缝针之前呢，脑子里面已经勾勒出器官修复之后的样子，能够最精确地找到位置。主任，病人醒了，醒得还不错。嗯。都是外科医生手术，最怕饿，其实怕的是脱水，太难受了。谢谢主任。主任，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吧。洛欣然他只是双上肢的症状，您怎么知道是急性期的？坐吧。病人发生任何异常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看了洛欣然确诊之后所有的病例，他的病情进程非常特殊，不是持续恶化，而是在某几个点突然间恶化。而且他年纪这么轻，居然已经发展成全主动脉扩张了。我猜，他现在手部的症状应该是又一轮恶化的开始，而且会有极少的病人会像他一样经历无痛型急性期。所以您才坚持要尽快做手术，对吗？主动脉无小事，虽然我不能100%确定，但我不敢冒这个险。主任，我想跟您道个歉。昨天其实是我跟宋主任说的，才导致了手术被停。我就差点害死了病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急性期发作。我想着，就是您刚来医院嘛，你就是想急着证明一下自己。但今天在手术室，我才知道您真的是挺厉害的。将来有机会可以教你。谢谢主任。主任，每次我们大手术结束以后，都会去对面的赛因斯，他那可以凭 SCI 影响因子打折呢。要不你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不去了，一会儿我还有事儿。主任好。好的。我跟病人单独待一会儿。手术很成功，但是术后恢复有几大难关，关关难过。如果没有顽强的求生欲望，很可能闯不过去。那我这么漂亮的手术就白做了。所以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8岁那年，我爸爸死于心脏病。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我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得很体面。后来我做了医生，救了一个又一个人，也有很多人死在了我的手术台上，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毫无价值的废物。无论是美丑的、聪明的还是笨的，有钱的还是穷的，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你就是你妈妈独一无二的女儿，你的生命甚至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所以洛欣然，我要告诉你，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困难，
不应该轻易放弃，明白吗？谢谢。Yes， 这个高度正好，用吧。部长，主任，在换牌子啊？是啊，按刘副院长的指示，你的医疗组今天正式更名为重病组了。对了，刘副院长在办公室等您呢。哦，知道了。进。呀，宋宝德把他那些装样子的书终于搬走了。希望他从此偃旗息鼓吧。你找我什么事儿？有项技术，在国外已经发展很多年，但在国内临床试验上是空白。我找你回来，就是想让你主导研发，用于临床，有完全知识产权、完全国产化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庞主任，这还没开胸呢。还没开胸？电话里秦大中不是说大出血吗？主任，这个病人情况还比较稳定，就是一个急诊夹层，可能是120那边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麻烦你白跑一趟。来都来了，我上台搭把手吧。CT 给我开。不用，哎呀，我也不是很累，就是昨天值了一个20线的夜班，哎，怎么着也是睡了会儿，哎，也不是太困，哎呀，你还是要上。哎呦，那既然这样的话，主任做这台手术肯定做得更稳，那就麻烦你啊。那我下班回家了。你先别走，秦大中。这2天江百烈一直值一线，都长黑眼圈了。今天让他回家休息，你顶他。让我当2助。主任，我没事的。你不是不困吗？我是不太困，就是我这手都脏了，这还得重新洗手，太麻烦了啊。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刷手去。病人情况。哦，对了，秦大中，又怎么了？今后再有这种情况，没有搞清楚病情，不要给我打电话，不然我永远让你做2助。急诊夹层，现在一切状况正常。叶主任，可以开始吗？可以了。手术刀，电刀，给我个镊子。可以了。主任，急诊夹层，病人情况不好，需要立马手术。这个还没做完呢，又来了一个。不是1个，是3个。危重症患者，你120急救车直接给重病组打电话要求接诊，这符合规定啊？谁让他叫重病组的？放心吧，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啊！就这样，就这样。我听说了啊，重病组一早上接了4个急诊夹层，忙得手忙脚乱的。谁让他爱做夹层？哎，你们不觉得今天有点太寸了？龙哥，什么意思啊？你看啊，每个病人送来前，120都会打电话要求重病组接收。首诊制度加上心脏夹层又是危重症，重病组必须收，而且是来多少收多少。这像宋宝德干的。
不可能吧？宋主任是不会干这样的事儿的。宋主任是我师哥，对我特别好，人也特别好，这肯定就是巧合而已啊。年轻人，真想送你3个字啊，我来。太年轻。吃饭吧你。不可能是宋主任吧？哎，周导，来，快吃。哎，不饿。喂，刘峰，我在手术室没接到电话。你要请我吃饭？吴峰，这是你说的工作餐。嗨，看你那么累，给你补补。应该是找我有事儿，说吧。你这个人，跟那谁可真像。哎呀，就是上次跟你说人工心脏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我考虑什么呀？我不是已经拒绝你了吗？你再想想，你在克梅德也做过很多起人工心脏的手术，你很清楚这东西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心衰晚期那些没有移植供体的病人，人工心脏就是他们最后一道救命符。在国外，临床已经普及了，可国产的迟迟搞不出来，病人用不上，你不着急吗？我当然知道人工心脏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这个事儿太大了，我真的弄不了，别再找我了。我知道，你说过你回国是因为国内可以遇到疑难杂症机会比国外多，你只想做手术，没有搞过。哎，行了，我自己说的话我记得，你不用重复了，答案你已经知道了。那我还能吃吗？哎，你把我当什么人？你吃你的，敞开吃。那你这红梅样，我真的不敢轻易。小心别烫着。哎呀，你这吃肉的习惯，这么多年也没变。肉是最惊了，我早上5点钟手术，到现在一口钟都没吃。那这些年，还有什么是没变的？都变了，你看我眼角的皱纹。哎，我跟你说，咱们医院的微整形手术在市里可是数一数。住嘴吧！干嘛呢？推销生意呢，完成你自己的 KPI。我就是好奇，你明明那么想回国，为什么3个月前拒绝，现在又迫不及待回来？3个月前我有不回来的理由。什么理由？你好八卦呀！这是我的隐私，我可以不跟你分享吗？那你恋爱了吗？结婚没有？是不是一个人？你能别问了吗？吃你点东西，你看你去干嘛呢？问的我都没胃口了，那不是？不会你真的还是一个人吧？喂，好，我马上过来。情况怎么样？主任，汤主任，这是台急诊，我会尽快准备好的。这台手术是我们叶主任主麻，他一会儿就到。好，知道了。江百烈，CT 还有检查结果。患者郑美棠，女，68岁，因车祸入院，神志还算清晰。她自述胸痛、呼吸不畅。从 CT 检查发现，主动脉撕裂造成了夹层，其他的检查结果我们还在等。他的位置比较靠上，主动脉瓣应该可以保住，具体情况还得开胸再定。郑美棠是吗？我是唐医生，你的手术我给你做，不用紧张啊。唐医生，我丈夫他怎么样了？开车的就是她丈夫，颅脑外伤，现在还在省外抢救呢。哦，是这样的。你丈夫现在在神经外科，等一会儿你手术完醒过来，他有什么情况告诉你，好吧？都是我不好，今天他人不舒服，我还让他开车，他早上就说头痛的厉害。出事前他头疼啊，他这几天心口闷，脚上还长了个白斑，也说痛。脚上长了白斑啊。麻醉来的比外科还晚啊！
哦，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事儿，不在科里。郑奶奶，我们开始做麻醉了啊，睡一觉就好了。你等一下，我还有话说。唐医生，替我去看看我丈夫，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先麻醉好吧，其他交给我们。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神外那边会通知我们的。现在开始麻醉了啊，放松。哎，你跟唐佳瑜说是宋宝德捣的鬼，他居然没炸。哎，没炸，一点都没炸。哼，还跟我说让我认真手术。你说奇了怪了，当初抢洛心妍的手术，他火气那么大，嘿，这回被整了，他反而怂了啊！你说这女的也够厉害的，我小腿肚子都麻了，她一天做几个夹层？兄弟们，今天又是特别充实的一天，救了5个人。没事的话，我先撤了啊！哎，你不能走！哎，5个术后病人 ，ICU 那儿等着你盯着呢。术后病人我都看过了，很平稳。再说了，今天晚上又不是我值班，我还得陪我女儿去学琴。哎，别，万一病人有什么事儿，还得拉我回来。哦，不，这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但是您知道吗？还有一件事儿也高于一切。就是陪我女儿去学琴。哎，走了。周大，嘿，哎呀，你说这个周大啊，就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胸无大志。当时你们都争着上手术的时候，只有他说愿意放弃，说愿意留在病房啊照看病人。你说是这，所以嘛，他的家庭还在。哎，小龙，你这。你们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心外的唐佳瑜。我知道你是谁，说吧，什么事儿？那我直说了，于江平因为车祸在神外抢救，据说现在已经脱离危险，转回病房了。我们心外有个病人叫郑美棠，是于江平的妻子。据她的描述，我怀疑于江平很可能患有心脏疾病，所以能不能让我给他做一个检查？可以啊，把会诊单给我看一下。没有请会诊，是因为病人跟我这样说，所以没有会诊单，你怎么能看我们的病人呢？我们神外自己的病人，我们自己搞得定。请回吧。那能不能？唐主任，我们听说了，你有抢病人的爱好，但这是神外，我们崔主任说不行，就是不行。让一下，结果。唐佳瑜，你到底怎么回事？静脉曲张的袜子，不用那么紧张。行了，什么事儿？你说你。吃饭的时候，精神还挺正常，几个小时怎么脑子就短路了呢？这话应该我问你啊，你怎么这突然之间发这无名火啊？那不是被你气的吗？崔振强给我打电话说你到神外去抢病人，怎么，在自己的科室树敌还不够，还跨学科得罪人呢？我就知道，薯条三兄弟就是喜欢告状。薯条三兄弟，人家是神外3剑客，都是医院响当当的大神级人物。我跟你说，以后除非神外请会诊，否则你不要再管，听到了吗？听到了。真的，你别骗我。我从来不骗人。佳瑜啊，
与其到处捅娄子，还不如去研究人工心脏。我说你是不是跟人工心脏磕上了？我都跟你说我不感兴趣，你赶紧去开会吧，好吗？还啰嗦是吧？你脱袜子了？记住了，千万别惹祸。对啊，在手术室我看他没反应啊，我以为他不在意呢，没想到他真去了。他这次回来，感觉性格越来越乖。你说，当年那个绯闻的事儿，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一次又见我，感觉是过不去。怎么不可能？我今天跟他吃饭，就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恋爱？是不是一个人？他一下就不好了。我觉得这些年，8成他还是单身。唐主任还单身？肯定是。行了，我要去开会了。你帮我去趟省外，他如果要惹事的话，你跟老崔熟，你帮我拉拉架。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帮他。他那自尊心呢，知道了反而会不好。好，我正好要去神外做一个巴比妥诱导昏迷的病人，交给我吧啊！等这个病人啊脑水肿缓解了再唤醒吧，主要是注意护理方面，防止肺部的感染、褥疮。我就是怕这水肿消不下去啊，毕竟病人的基础情况太差了。先这样吧，回去吧。哎，老崔，我还没说完呢。你说，加强护理，防止肺部感染、褥疮。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刚才不都说过了吗？都。啊，我说过了是吧？啊，那说过了，那就没事了。你去吧你。怎么回事啊？这跟着我干什么啊？我没跟着你，我是来看病人的。你别跟着我啊！唐主任，于江平在特5间，那间。唐主任啊，我给病人检查一下。老崔，你怎么还没走？啊，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呢吗？哦，你说。我是想问问你啊，有没有什么关于帕金森的这个新临床实验？我知道，你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去年不是在外院做了脑深部磁吸术以后，他就是……别学我爸，这震颤改善了不少，但是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得吃药控制。你放心，只要咱们医院有新的临床实验，我绝对第一时间告诉你。谁让咱们俩是哥们儿，对不对？还有，这事除了你和我，医院还有别人知道吗？除了我们家里人，就你和刘峰了。我感动啊！你把我当成你的家里人。你放心，我这人历来是守口如瓶，我这嘴……崔主任，啊，来了。唐主任，你怎么又跑到我们神外病房来了？我是跟你说，我们神外病房的病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是明知故犯，你知道吗？不行，我今儿必须得给刘副院长打个电话。哎，他又跑到咱们省。别着急，人刘副院长现在开会呢。病人是先出现脑梗，才发生车祸的。唐主任，你是不是把顺序给搞错了？病人是先车祸后脑梗，车祸造成骨折，脂肪颗粒进入血液循环，通过胃壁的卵圆孔进入体循环，造成脑梗，再加上颅脑外伤，我可是辛辛苦苦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才把这个病人的生命给抢救过来。你有我清楚啊。是你把顺序搞错了。他的太太郑美棠是我的病人，据他描述，
于江平在车祸前几天就出现全身难受，而且头疼非常严重。在车祸当天，他也头疼很厉害，本来不想让他开车的，所以我断定他应该是出现了脑梗，才发生了车祸。不管谁先谁后，这个事儿跟你们心外有什么关系吗？我刚才给病人做了心脏检查，发现他心脏上长了一颗肿瘤，大概率应该是粘液瘤。大家也都知道，粘液瘤通常都是良性的，可是粘液瘤的质地非常的易碎。病人每次心脏的跳动都会导致粘液瘤的碎片脱落，脱落下来的是硫酸，跟着血液进入体循环，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造成堵塞。所以我认为，现在粘液瘤的碎片堵在脑部，造成他的脑梗，所以是先脑梗，后车祸。唐主任，这是你的猜测而已啊。可以跟你打赌啊，谁赌输了，请对方科室的人喝咖啡。他可跟我打赌。在这儿。真的是足齿粘液瘤吗？看见了吧？粘液瘤随时可能再次化成硫酸。如果2次脑梗塞，病人的存活率就不乐观了。按理来讲，必须尽快手术，但是他刚刚做完颅脑手术，没有办法耐受我们心外必须要上的体外循环，所以他现在的病情是需要尽快手术。可是他的身体不可能尽快手术。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唐主任，我们各自想办法啊，我们随时沟通，尽可能保病人，好不好？好，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你赌输了，明天请我们科室的人喝咖啡，我喝摩卡，双份奶油。没照 B 超之前，你怎么能确定是粘液瘤？很简单啊，我之前都遇到过这样的病例，先是手指出现白斑，后来发生脑梗，只是那个病人没有抢救过来住院死了。所以今天郑伟堂一说我就怀疑了，不过最终能够确诊，是因为我听到了肿瘤扑落音。肿瘤扑落音，原来是这样。粘液瘤在心脏跳动的时候会撞击心脏壁发出声音，这你可没告诉老崔。要是告诉老崔，你就骗不着咖啡了，够狡猾的呀。叶主任，我知道今天的急诊夹层都是宋宝德安排的，他派你来神外跟踪我的企图，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是我想告诉你，你们这么做真的很幼稚。我和宋主任，你误会了。手术室是高危操作，如果对麻醉医生不信任的话，我没有办法安心做好每一台手术。所以今天我会通知你们部门的主任，从今以后，我的手术室你不用来了。可是我主攻的就是心外和神外，尤其是心外。你真的误会了，我和宋主任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今天误会和误会不重要，还是小心点比较好。你还是上其他医生的手术吧。还有，请你帮我转达宋宝德，他想怎么做随他的便，但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危害到我的病人，这是我的底线。你醒了，医生，我丈夫他……郑美堂，先别激动，听我说，你丈夫于江平的情况是，他现在心脏里面长了一颗肿瘤，这就是他脚趾出现白斑的原因。所以，因为脑梗导致了车祸。正常心脏上的肿瘤只要切除就好了，因为都是良性的。可是你丈夫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尽快手术，所以呢，要个心理准备，他2次脑梗的可能性非常大。医生啊，我和他谈恋爱到现在没有分开过，我跟他在一起40年了，没有代沟，你救救他，别激动，请你救救他。不要太激动。
喂，喂，主任，你快回来吧。又是夹层吗？不是，是外伤。120打电话给值班室，要重病组接诊。主任，秦主任让你快来，说他搞不定。我知道了，马上过来。唐主任，该上手术了。啊，知道了，你进去，我马上过来。像他这样连轴转，我真怕会出事儿。劝他好几次了，让他分病人，别的组也愿意收。不就服个软吗？这几天看起来大家也能够理解，但他就是不听，还让我不能管这事儿。他就是跟宋宝都给杠上了，非赢不可。主任，没事吧？主任，哎，楼上东说下一台还是夹层，几号手术室？不用去了。怎么了？病人送来手术室的路上夹层破了，也没救过来，就差那么几步。这个主动脉夹层真的是分秒必争才行。是可惜。主任，您的手怎么？哦，没事。你回去睡会儿吧，我看您累的。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病人送过来。那哪行啊？病房还那么多病人呢。秦老师他们在呢，要真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呗。那也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放心吧。白莲，叶主任，你们组还有手术啊？暂时没有了。我看唐主任太累了，我让他回去睡会儿。先走了啊。小金儿，宋主任，到我办公室，有东西给你。哎，当时说，宋主任让我给你们。这个宋宝德一点活路不给人留。没事没事。你好，第3诊室啊。唐佳宇，真的是你？我看挂号系统，我还以为是同名的病人呢，怎么来疼痛门诊了？坐吧。我来看手。手怎么了？应该是腱鞘炎吧，有点压痛，行动不便，给我打一针封闭吧。打封闭，看看。疼吗？疼。动动。最大啊。
你这个过度劳损造成的，热敷少用手，不用打封闭，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不行，我今天还有手术，我必须保持手的灵活，必须要打封闭。唐主任，外科医生的手，对外科医生意味着什么？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也很清楚吧？就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拿自己的手冒险，值得吗？你不会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吧？不然呢？我想不到其他原因。叶主任，我想问你个问题：一个男生从读医学院到作为一个心外科大夫，困难吗？困难。这心外是外科皇冠上的宝石，同类水平呢，在别的科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可是到了心外，还在做打杂拉钩，连缝针都轮不上，而且专业难度大，专业培训时间长，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你问我这个干嘛？一个男生都这么困难，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那这个困难的指数是不是应该乘以2倍？不对，应该是3倍。所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排挤了。宋宝德这么做，不过是这么多年我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重演而已。在科梅德实习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我一定会换专业，连跟大家拉个钩都需要挤破头去争取。可是10年以后，我是那儿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之一。这些不是靠赌气挣来的。宋宝德现在排挤我，我觉得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甚至是一个展示我自己的舞台。让安和医院所有质疑我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我非常能胜任这个职务，而且我可以做得更好。宋宝德要的是输赢，而我要的是尊重。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就是完成手术，这是外科的生存法则。原来是这样，对不起，是我之前的想法狭隘了。你的确挺狭隘的。其实，宋宝德排挤我，给我安排了这么多手术，倒是一件好事。这样做可以加速磨合我的团队。现在我完全知道我手下的医生他们的优缺点。要不是因为最近手术太忙了，我真的应该抽出时间请他吃顿饭，谢谢他。那再给我检查一下。这是怎么弄的？昨天一个人喝多了，不碍事儿，就是不好看。唐主任，这外科医生我见多了，可是像你这样的，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我不是不怕，我只是不希望因为我害怕，就堵住了我想去的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只能原地踏步。叶主任，可以开单子了吗？我还赶时间。我这就给你开。哎，主任，哎，护士长，郑步堂找回来了吗？找回来了。生命体征都很稳定，就是情绪不太好，很担心她丈夫的情况。您和省外的人想好手术方案了吗？还没有。休息室给你留了盒饭，你快去吃一口吧。好。哎 ，ICU 打电话说，他床上上 ECMO， 还没签同意书，催咱们呢。那马上跟江美雷说一声。ECMO。不用体外循环，改用 ECMO， 也能够达到维持循环的目的。这样可以少用肝素，尽量避免病人术中术后脑出血。但是 ECMO 是一个封闭系统，用它的话，心脏不能停跳。那出血怎么办呀？加个快速输血装置，把血吸走，相当于一个心脏不停跳的手术。这是个好办法。可是，也不是很保险。但是多等1天就会增加病人2次脑梗的风险，只能冒险了。当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省外随时介入。那就这么办吧，我怕再拖下去，到时候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我想今天晚上手术。虽然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累，可是，你在给谁打电话？周达，他对 ECMO 比较熟悉，比 ICU 的医生都强。喂，周达，
干嘛呢？那这样吧，我去联系手术室。海带，你去城外看一下病人。那我去给大家买咖啡吧。啊，那个，我知道，摩卡加双份奶油，对不对？我跟你说呀，糖吃多了小心糖尿病。艾克莫联系好了。辛苦了。有别的事儿也尽管说话啊。今天我值2线班，如果你非不让我做手术的话，你可以让吕潇来做，他是住院医，经验可没我丰。这台手术你要想上可以上，但是今后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手术室。可以了。这台手术能不能成功，不在于肿瘤切除，而是在于病人术后能不能清醒。所以麻醉，帮我把病人血压维持在正常值。放心吧，交给我。切除完毕。然后呢，你一定要注意，然后把这个继续交给他，把新买走了。哎，百丽，主任，他给你这是什么？叶主任让我交给宋主任的。上次宋主任找他咨询病人术后疼痛管理的问题，这个病人在外地，里面都是他自己记录的用药量什么的情况。哦，是这个啊？啊？哦，没什么，那你走吧。行，主任再见啊。老于，没啥。医生说我们都脱离危险了。又回来了。看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2个人能在一段婚姻里坚持40年，还这么恩爱，太不可思议了。 2个人呢，在一起生活了40年，并且还能在一场车祸里幸存，这简直就是奇迹了。啊，这个奇迹是我创造的。对对对，都是你。啊，对了，叶一鸣，之前我想跟你道个歉，我以为你跟宋宝德你们之间，还有，在神经外科你为什么要跟踪我？这个嘛，这个我不好讲啊。刘峰让你去的吧？你知道是刘峰让我跟着你的。当时邱振强要给刘峰打电话。别着急，刘副院长还在开会呢。你说他在开会，后来我才觉得，一定是他让你跟踪我，不然你怎么知道刘峰的行踪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刘峰啊，他没有恶意，他就是关心你。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人也很好，只是有的时候做事儿，可能他觉得我这个人是需要被拯救吧，但是事实是根本不需要。行，那以后啊，我呢就不多管闲事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需要一个朋友。
我现在这个时期呢，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很需要一个朋友。你听过一句谚语吗？这个谚语说，一个外科医生，如果只能交一个朋友的话，就必须交跟他同一个手术室的麻醉医生。所以，林一鸣，你愿意成为我在安和医院的第一个朋友吗？你这是什么谚语啊？是你自己瞎编的吧？那行，我想想啊，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还用想吗？那勉强就算了。我愿意，我愿意和你做朋友。接个电话。喂，好的，知道了。急诊是吗？啊，行，马上过来。我这就过去陪啊。急诊夹层。嗯。新一轮又开始了。你手还行吗？好多了，我相信宋宝德坚持不了多久了。一会儿手术时间。手术时间。我们要大胆的创新，做出一个不是血泵的，让他们看看吧。我一直强调，做什么都不能丢了气势。哎，你就慢点儿。感觉怎么样？我们不和他合作，只要你主导研发，工程师人选，你来挑。谢谢你，我不考虑，我没兴趣。哎呦，我就奇怪了，医院全力的支持，给你最大的研发自由，去做一个跨时代的医疗器械。哎，我也奇怪了，你一个胸外的，主攻肺移植的，怎么对人工心脏那么感兴趣啊？那个，为广大患者谋取福利。那什么，院长过2年就退休了，他希望我做接班人，更进一步为患者服务，特别是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对医院来说是很重要的目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知道你是为你自己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广大的患者谋取福利，这不矛盾啊。我和患者的利益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人工心脏早就成熟了，为什么不进口？就是因为价格太高，价格高形不成市场。可是现在全国每年的心衰患者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只要研发出用于临床的国产人工心脏，才能把价格降下来，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你搞研发根本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你让我去，那不是浪费我时间吗？还有你说那句话，1000万患者的时间，你找别人吧啊，我不考虑。哎，你干什么呀？你松开！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让人家看你，快点松开啊！你去做吧。你抓着我干什么呀？松开！哎，院长。刚才我在行政楼看见唐佳瑜和刘副院长公然的拉拉扯扯的。唐主任的手术技术咱都见识过了吧？人家的私事，咱不多嘴了啊。哎，但这2个不能混为一谈，技术是技术，人品是人品。由于想到他是因为和刘副院长关系不清不楚才上位的，你就一点不生气啊？我气呀！一开始你们都生气，我也觉得可气，但是后来我冷静地想了想，你说气什么呢？气坏了身体是自己的，龙龙。我觉得吧啊，只要能够按时下班，按时发工资，龙龙，其他的事情咱别多管。是，你说的都对。所以为了我的身体，我以后也应该少跟你说话，因为跟你越说我越气。换药去了。你气什么呢？护士长，他来了，让大家准备吧。哎。小强，今天换药不哭，就给你糖吃。哎，主任，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刘副院长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刘副院长说，医务处临时检查，让唐主任务必去跟医务处长欧阳打个招呼，希望1面带微笑，2态度可亲，3最好少说话。这个欧阳处长是谁啊？
喂，今天医务处临检，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最好能提前去跟医务处处长欧阳认识一下。是刘峰副院长让你打给我的吧？不是啊，是我自己想告诉你。哎，对了，你去的时候啊，态度好一点，也不用太好，就跟你平时那个态度正好相反就行了。哎，不，我可不是说笑啊。哎，我这有一电话啊，先挂了。怎么感觉你们都挺怕这个欧阳处长的？检查强群的重要意义。心外病人术后需要在走廊多走动，这样有利于康复。病人走路时手可能会扶墙，扶过墙的手又很有可能会接触到伤口，所以不仅是强群，整个心外病区都应该保持干净和整洁。吴护士长还是和以前一样，让人放心。唐主任，你好，唐佳瑜。唐主任，在心外手的卫生很重要。我刚才摸了很多东西，就不跟你握手了。我只是来打个招呼。再见。你等一下。处长，这几个病例有问题。住院号036，危重病例讨论记录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79，入院大病例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21，手术同意书上级签字未精准到分钟。吴护士长，这几位病人的上级医生是谁？让他们来一下。都是重病组的病人。不好意思，欧阳处长，可能是最近工作太忙，我忘记签了，我马上去补签。按规定，1个月病例违规超过3次是要扣10%奖金的。扣吧，再见。还有，还有什么？听说唐主任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很高，可能不在乎这点奖金，但是作为中心的主任，我有必要提醒你，希望你今后可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为心外的人做一个表率，而不是充当反面典型。否则的话，难以服众。你说的没错，我之前的薪水底算很高，而且一定比你想象的还要高很多。我是克梅德医疗中心薪水最高的外科医生之一。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多说几句。医院用那么高的薪水请我来，用我这双手是来手术的，不是签字的。可能欧阳处长文职做了太久，已经忘了一个医生的本质。你什么意思？主任，移植平台来电话，黄雪春死亡供体了。是吗？供体在我们安和，那是不是给器官移植的其他医院打电话就行了？是。唐主任，欧阳处长，我来只是跟你打个招呼。你想扣钱还是处罚都随你的便，我还有正事要做。你慢慢查卫生，希望今后我们也不要遇见的比较好。再见。不是，主任。接通了。哎，你好，我是心外唐佳瑜。啊，对，器官移植。你办公室在几层？我去找你。你转身。唐主任，我们又见面了。唐医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唐医生，哎，又见面。你是不是2年前瘦了？当然了，我一动就喘不上气，连女儿都抱不动。我给你看小我的照片，你看，长这么大了，2年前还是个小 baby。哎，孩子长大了，可我还是老样子。别着急，做完心脏移植，你就可以抱动了。这次真的能做移植手术吗？唐医生，在国外是你救了我。
后来我们因为保险失效的事情回国，当时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手术不能由你来做，没想到兜兜转转你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心脏，不是我带的，是碰巧有跟你配型成功的供体，但是能不能做成手术呢？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现在的情况非常好，供体就在安和医院，少了运输，减少变数。躺下，给你做检查。江百烈，你陪王雪纯做术前检查的时候要寸步不离。虽然他现在情况还不错，但是心衰依然很严重。他是我的老病人，我不希望有任何问题。明白，唐主任。秦大中有话说。我能不能申请接病人去做检查？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有副主任之称，做2周都屈才了，怎么现在愿意做陪检这种杂事儿？为患者服务，不分贵贱。主要是我对这个病例比较感兴趣。那好吧，周达，负责科里其他的病人。好。龙向东、江百烈，你们2个负责从捐献者那取供体，开胸之后确保心脏 OK， 给科里打电话。好的，唐主任。那还有其他吩咐吗？没有了。走。哎，你跟我们唐主任在国外就认识啊？对，我有遗传的扩张性心肌病，第1次发病的时候是他救了我。那他在国外怎么样啊？都什么情况？你这什么？工作。像科梅德那么有名的心脏中心，那儿的人都怎么看他呀？评价很高啊。2位好，我是安和医院医务处处长欧阳真宇。请问2位是袁蕊的父母吧？啊，我是袁蕊的爸爸。小蕊怎么样了？电话里头说，她遇到车祸了。因为2位在外省，所以电话里面不方便细说。很抱歉，经过医院多个科室会诊，你们的女儿袁蕊已经被确诊脑死亡。袁蕊生前是器官捐献的志愿者，现在她的心脏已经找到了合适配型的病人。如果2位没有异议的话，请签字。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袁蕊捐心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对我没尽过1天孝，你知道吗？就这么死了，还要把自己捐出去，简直自私到了极点。我告诉你，没门儿！副主任，杨师妹，今天拜你所赐，我见了个特别讨厌的人。那不用问了，一定是欧阳真宇。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啊？他只是性格有点特殊。我跟你说，能在安和啊让人又敬又怕，这人啊肯定就是他。哎，我觉得你们俩性格挺像的，其实以后没准可以成为朋友的。你说什么？我跟他像啊？哪儿像啊？他是个机器人。我跟你说啊，欧阳在安和10年了，他是从医务处最基层做起来的。他刚到医务处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讨厌吧？好像也是这样。啊？那他上级领导怎么能受得了他？院长特别欣赏他。你看他平时工作认真、铁面无私，做事呢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从来不动摇，所以大家才这么敬重他。哎，被你夸成一朵花了。喂，说。进。家属为什么会拒绝捐献？坐。我问你，家属为什么拒绝？
在国内，器官捐献不容易被接受，这是很正常的。你说的真轻松啊！江百烈说，家主强调不允许协调员，也就是你进入病房。也就是说，你在协调签字的时候态度有问题，所以才给家属造成这么强烈的反应。这么难得的供体就被你这样弄丢了。病人是人，捐献者也是人，请你不要一口一个供体。你是我见过最差的协调员。你什么态度啊？想一走了之吗？我搞砸的事情，我来补救。我得盯着你一塌糊涂。你看什么？找电线。我不是机器人。我看你像充电的。你跟我进去可以，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本跟我谈条件吗？说吧。不要插话，你不招人喜欢，我不想因为你引起家属的反感。我不招人喜欢，我可以同意，但是你必须要说服他们同意捐献。这个我不能保证。袁爸爸，到现在，孩子他妈都不愿意进病房看看小蕊。你走吧，我们不会同意捐献的。袁妈妈，您为什么说袁蕊一天都没有尽过孝？和你没关系。她没考上大学，是18岁那年离开家的，跟一个小混混跑了，不学好的东西。5年，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还偷偷跟他爸借了一大笔钱。这些也就算了。我去年你做了宫颈癌的手术，你的丈夫给袁蕊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去看看你，结果你们没有等到他，他回去了。这是跟他一起合租的那个女孩给我看到的他朋友圈的截图，他当时看到就截图了。下边是定位，取名是第1医院，应该就是你做手术的那个医院吧。他真的回去了？对，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听合租的女孩说，她是一个热情、善良、大大咧咧的女孩。袁蕊离开家不久，就和那个混混分手了。第2年，和她的朋友一起学了美甲，开了一家小店。跟你丈夫借钱是因为被人骗了1年的房租，不过后来的情况好转了。就是他们的小店，我在点评网上搜到了这家店，很多客人都说小蕊是他们最喜欢的美甲师，还给了她很多5星的评价。还有这张照片，
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我觉得她一定不是一个自私的女孩。跟她合作的女孩还说，她每个月都会存钱，说存够了就会还给她老爸，等还清了，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回去见你们。我手术那天，他说他做了一件事为我祈福，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妈妈，我做了一件事为您祈福，回来以后跟您说。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来见我？现在想见也见不到了。你可以派人去取供体了。我已经让他们去了。袁蕊在网上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日期是去年3月18号。你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不说？器官捐献必须家属心甘情愿，不能有一点道德的绑架和感情上的勉强。对于医生来说，捐献者是供体；对于接受移植的人来说，捐献者给了他们第2次生命。但是对于捐献者的家属来说，他们可能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甚至是子女，是血和肉。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不是最糟糕的，我见过比你更糟糕的。喂，主任，袁蕊出现右心衰竭症状，不符合移植要求，被平台从供体名单里剔除了。主任。病人这么年轻，之前又没有心脏病，应该是骨折，造成了栓子堵在肺里，我想应该是急性肺栓塞。给。龙向东，你怎么不打了？你说呢？肺栓塞，心脏只会进一步恶化，再用药没用吧？龙向东，我不知道你这种态度是从哪儿来的，但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马上通知手术室开胸取栓，只要栓子取得快，右心衰竭也可以逆转。开胸取栓。主任报告。主任，是肺栓塞。知道了。愣着干嘛呀？快去呀！那没事，我来吧。是这样的，袁蕊出现右心衰竭，怀疑是肺栓塞造成的。为了能够保住心脏，我们必须尽快手术，时间很紧迫，所以我们需要你们同意才能。就当为孩子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吧。谢谢，谢谢你们。慢一点。平台认为袁蕊的心脏已经成为边缘供体，不予采用。你这是干什么？是肺栓塞，只要栓子取得快，心脏就有希望恢复。不行，这太冒险了，没有胸外的医生接这台手术。喂，刘峰。对，是肺栓塞，是脑死亡患者，我需要他的心脏做供体。好，你去手术室，我们马上到。有人接吗？主任。主任，联系了手术室，都满了，坐不了。你跟他们说，是刘副院长紧急的接台手术，必须要腾出一间手术室，时间拖越久，心脏都没得救了。张北来，去吧，快去吧。你经常打着男领导的招牌，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便利吗？对啊，
不避嫌？不避嫌，反正医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还不如物尽其用呢。好，谢谢。主任，手术室安排好了，交给我们吧。快去吧，刘副院长等着呢。好，来。只要列为边缘供体，医生就会放弃器官。你这样做真的可以吗？你知道每一年全球因为边缘供体要浪费多少器官吗？心脏不是芒果，不能凭空从树上长出来，所以每一颗供体心脏都来之不易，而且它是全身最坚韧的器官，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情况怎么样？栓子已经取出来了，不过心脏能不能康复，还不好说。只能等了。今天谢谢你。不用谢我，其实你也清楚，我之所以愿意接这台手术，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医生愿意接。我也是因为我们的私人关系。如果有人工心脏，像王雪深这样的心衰晚期患者，就不会把所有赌注压在一个边缘供体上。所以你现在觉得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还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吗？抢回一个边缘供体，只能救活一个病人。如果有人工心脏，能拯救多少患者？这样的算术题，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不难算吧？这个心脏能不能移植，只能等。也许明天，也许要等很久。最终能不能用也不知道。所以，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汤医生，这个心脏会没事的。不要过于乐观。不是乐观，是因为有你在，所以我有这个预感，心脏会没事的。我等你的好消息。唐医生，出来，怎么了？唐医生，雪纯她一直留着从克梅德出院的时候和你拍的合影。我女儿小萌问你是谁，她就会跟小萌说，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她才能继续陪小萌玩，不是要给您压力或别的，就是我女儿还在家里等妈妈呢。我们等这个心脏等好久了。我明白。情况有变化吗？还没有。今天晚上我留下吧，我在这守着。不用了，我留下来。那也好。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辛苦。主任，其实今天你能做开胸取栓这个决定，我挺意外的。你的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不过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明人不说暗话，我就直说了。我之前看见你和刘副院长拉拉扯扯的，其实不用我说你也清楚，你们俩这不清不楚的关系，全院的人都看得见。其实对于这件事，大家都挺介意的。毕竟靠关系上位，它不光彩。不过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如果你愿意去说，我还有重病组的所有人，我们愿意去听，我们愿意重新认识你。好，那我就解释一下。你说。4个字。关你啥事儿？
喂，主任。班长，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OK。这次供体情况有点特殊，我亲自去取，顺便看一下心脏的情况，确保供体没问题，再推王雪纯去手术室。你现在跟龙湘东会合，我在手术室等你。哎，好，主任。哦，对了，百炼。欧阳处长应该在特护病房，你去跟他说一声，重新把供体录入到移植平台，这样分配才符合要求。好的，主任。去吧。袁瑞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两位和他告别一下吧。妈妈的小宝宝，再见了，宝宝，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宝宝。欧阳医生，欧阳医生，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供体没有问题。马上给秦大中打电话，让他现在推王雪纯到手术等待室，等我这边取出供体，让他们再麻醉。好的，主任。处长，出大事了！刘副院长，我有事情跟您汇报。可以了，准备接供体。马上给秦大中打电话，他们可以准备了。唐佳瑜，我是刘峰，我在休息室等你，马上过来。这颗供体心脏今天重新出现在系统里，重新分配给了一个配型相同的病人。这个病人昨天晚上才登记的。知道这件事后，欧阳和我马上和平台进行了沟通。把两个等待移植的病人的所有数据都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得出结论：这个重新分配的病人病情危机程度更高。如果没有供体，生存期不超过3天；王雪纯的生存期至少在1年以上。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想拿走这颗心脏？不，新病人的主刀医生知道了这颗供体昨天出现过问题，他希望由你来主导完成这台移植手术，毕竟你是对供体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派车把病人送过来，10分钟以内就到。他们也是怕供体瑕疵影响移植存活率。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心脏是我病人的，我现在要给他做手术。唐佳瑜，如果有任何办法为王雪纯留住这颗供体，就没有刚才的对话。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平台的规定。
按照病情的危急来分配供体，不然的话会对医院造成严重的信誉度危机。到时候受害的不只是王雪纯一个人，而是安和做移植的所有病人。这个轻重，你掂量得清吧？刘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王雪纯就在手术等待室，你们让我怎么跟她说？我说昨天因为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想让她得到这颗心脏，现在反而让她失去移植的机会，是这样说吗？你们教教我。我不管，我管不了其他那些事儿，我只是个做手术的医生，我只能看见眼前的病人，别的跟我没有关系。现在王雪纯是我的病人，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她是无辜的，我只要对她负责。她信任我，我能辜负她吗？我知道这对王雪纯不公平，但是你想，如果每一位医生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凭他冰冷冷的数据来挑选哪一位病人应该得到心脏、肝脏、肾脏，甚至是角膜，唐佳宇，你能想象这样的医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吗？我都听说了，移植手术总是最难的。以往的移植手术总是需要一个病人的死亡和捐献来拯救另外一群病人，而今天你这台，说实话，如果换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不过，我相信你应该已经有他了。刚才我确实冲动了。这就是原位心脏移植的病人。麻醉。病人情况稳定，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吧。真诚。坚定。心脏看复跳窦性心律跳得不错。嗯。可以停体外循环了。主任，他在干什么？他在放遗体。人手紧的时候，医护会优先上移植台，捐献者只能等到2周下了台再去缝合。不过欧阳处长每次都坚持亲自缝合。
而且用的都是美人针。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人都已经死了，活得再好又有什么用？但是他却说，要把遗体以最佳的状态还给家属。是我把王雪晨的贡品弄丢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替你去。不用了，他应该从我这儿听到这个消息。刘峰，你说的对。如果有了人工心脏，我们就不用那么被动的等供体心脏，我们可以救更多的病重患者。虽然器械研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是人工心脏的研发，我愿意加入。请问唐佳瑜医生在吗？哎，那个就是唐主任，您找他有事吗？您是病人家属吗？哎，那不是刘副院长的老婆吗？她怎么来了？